大哥，大哥，这边。怡宁啊，在牢里没受什么委屈吧？多谢大伯母关心，还好我命大，没死成。有人想要杀我灭口啊！怡宁，有人要杀你，怎么回事？那日有人买通狱卒，派乔武来杀我。乔武？这不是应该叫你家五姑娘出来问问吗？把我们大房请过来是为何呀？吴姐姐深信我杀了乔小娘，我进了大牢，她必然认为我会被定罪。只有真正布局陷害我的人，才想要杀我灭口吧？大伯母，我说的对吗？不过这又与我何干呢？因为真正想要杀我和乔小娘的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大伯母。这孩子进了趟大牢，肯定是神志不清了。怡宁啊，讲这种话是要有证据的。我就是证据。有些人盼着我死，可是偏偏我根本死不了。快滚！哎呦，好疼！罗一宁，你这戏未免也太过了，你要把我害死呀！小娘当然得死了。若小娘不死，那幕后之人怎么知道自己得逞了呢？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你可不能忘。只要你愿意指证陈兰，你就是被利用的从犯，最多就是判几年刑。出狱之后，还能与吴姐姐和轩哥团聚。我只是希望，别连累了我两个孩子。我回去之后，就会向母亲请求，将他们过继到母亲名下。日后，他们就是罗府二房的嫡子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。我死而无憾。想当年，你陷害我用河豚毒毒死了顾明兰，之后又想用河豚毒害死我，牵连于七姑娘，让别人觉得七姑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一箭双雕啊！这一招真的是狠。你这个被发落到田庄的罪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？当年顾大娘子怀有身孕，你趁她产后虚弱，在茶叶里放了毒。这就是事实。一派胡言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谁也不许动。让他说。当年的茶叶是二爷带回来的，并没有过到你手里。当时的罗府由我管家，你经常派人暗访我的仓库看守，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你起了疑心。直到那一天晚上，你派人灌醉了爱喝酒的仓库老妈子，还让赵妈妈到仓库里下了毒，被我看见了。之后你就暗自提醒我，
若是顾明兰死了，对你对我都是天大的事情。分明是你自己想要谋害正房，取而代之，怎么就污蔑到我头上来了？哼，谁会信你这派鬼话？当年陈府的河豚宴，你可是派了山东的厨子特意来的。你就是在那个时候拿了河豚的毒放在你的手里。厨子呢？河豚毒呢？都在哪里呀？就凭你一张嘴巴，信口开河？让白管家把人给带上来吧。松枝都招了，他双亲的死期都在你的手上，所以他迫不得已才去诬告了怡宁。而赵妈妈想要趁怡宁一个人的时候将他推进池塘，可惜了，被我抓了个正着。姑娘，奴婢对不住您，您对我这么好，但是我父母都是陈大娘子在外头庄子上的老奴，他说我要不听他的话，就打死我父母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不关大娘子的事，都是老奴干的。大娘子她毫不知情啊！那好啊，你倒是说说，你跟顾大娘子还有怡宁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，让你这样加害她？那是因为顾明兰，她对不起我们大娘子。看来不是你一个人做的。大伯母，这样东西你应该很熟吧？这是从你那儿找到的河豚毒。你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这明明是你们合伙栽赃陷害我。我可以作证，这瓶毒药，这河豚毒确实是我母亲的。我还偷听到，是我娘让赵妈妈找人杀了怡宁。我住嘴！娘，你收手吧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，娘。我是怀胎十月，跨过鬼门关把你生出来的亲娘啊！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娘，我一点都不相信你就是杀人凶手啊，娘！你这个不孝女，走开！娘，我也不想相信你是杀人犯。大伯母在我第一次去看巧巧娘的时候就动了心思吧？那马就是你下的毒，就是为了不让我查清楚我母亲的死因。当时巧巧娘还咬死不说，虽然我查清楚了河豚毒，但厨子已死，没有了证据，你也就按兵不动了。直到杨娘子出现，又升起了你往日的怨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一个局。那你回府生病，应该也是为了引我露出马脚吧？我生病倒是真的，只是我没有想到大伯母竟然如此心急。毕竟大伯母是我见过最耐得住性子的人了。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是我丧心病狂，还是他顾明兰丧心病狂？他害死了我的大郎！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当年明兰看到你因为大郎伤心欲绝，所以她才好心找了最好的大夫做了最后的尝试。可是大郎那时候已经病入膏肓，可他的死与明兰有什么关系？可他明明说那个大夫能治好大郎的病，但最后大郎还是死了。他还那么小，就死
良也是我的孩子，他的死我也很痛心。可是，你不能因此加害于别人。你不要在这里道貌岸然了。罗成文，你对顾明兰那点心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只可惜啊，你在心里放了一辈子的女人，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污言秽语，胡说八道！大嫂，望我这么多年一直敬重你，你竟然信口雌黄，最后的体面你都不要了。二弟，我有人证，罗依宁，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。胡说八道！你闭嘴！你休要死到临头了，还往我母亲身上泼脏水！这女人已经疯了，赶快送衙门吧！白管家，把她给我关进禁堂。对，赶快把我送进衙门，拉去公堂。你们不让我在这儿说，我去公堂上说。把她堵上！你们这些罗家的丑事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。谁敢拦住我，我就闹得天下皆知，让罗家所有人再也没脸走出这个门。你来做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怨言配德喜，携手相降，不得于非喜，使我沦亡。司马相如的《凤求凰》，你既然敢写，为何不敢交给他呢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那封信？你见他因乔小娘郁郁寡欢，是想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般，跟他私奔是吗？你说的没错，那封信的确是我写的，可是他跟明兰无关，跟依宁更没有关系。明兰堂堂正正，依宁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你为何要加害于他们呀？明兰，这名字你叫得好亲热呀！自我与你成亲以来，你从未唤过我的名字，只把我叫做大娘子。我为你生儿育女，我为了你不顾娘家的白眼，可到头来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陈来，你说的没错，此生是我负了你，也是我害了明兰。跟我去县衙自首吧。我不去。你为孩子们想过吗？若我被判刑，一玉和一秀今后怎么找到好婆家？还有我的山歌，今后如何寻得好前程？你怎么不为孩子们想想啊？那你在做恶事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孩子们的前程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为孩子们考虑，你是真的为他们着想，
还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在做遮掩？我呸！道貌岸然，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姑娘，您还是先回屋吧，您的伤还没好呢。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这次的确是故意让陈兰出手的，知道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置我于死地，这样才能找到他作恶的证据。你还专门挑了一个祖母进山，不让他担心的时候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正好乔乔娘病重，身边无依无靠，现在的确是最好的时候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乔小娘中途反悔，或者说你就没有命走出大牢，怎么办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总是要搏一搏的。只是我这一次实在没有想到，这件事情也让你知道了。你本来在准备电视，这样突然跑出来，孙先生会生气吧？我自己会处置，别吹着风了，进去吧。三哥，怎么了？陈兰说的不对，我母亲不是那样的人。她当然不是那样的人。